爸爸，这一次美联储一口气降了2码息，那也是不是代表着经济已经衰退了，所以它才要降得更急更快？其实不一定啊。根据美联储最新公布的他们的预测，经济现在只是放缓，没有到经济衰退那一个严峻的地步。那如果我们看回美联储一般来说降息和升息的习惯的话，我以前有一个资深的银行家，他告诉我，一般来说美联储升息的时候会一码一码的去升，降息的时候会2码2码的去降。当然他们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去做调整。所以我们看到2022年开始升息的时候，当时因为通胀失控了，他们曾经是升息升2码甚至是3码的，但是在降息的时候也有降1码，但是降1码才是不正常的，正常来说会是降2码。那为什么升的时候慢慢升，降的时候要降快一点呢？因为其实每一次升息都会对金融市场甚至是经济带来很大的震荡，美联储要顾及到金融市场，不要给大家看到美联储慌啦，快逃啊，这个时候股票可能会崩盘，债券市场也可能会崩盘，所以他们要慢慢的加。但是在降的时候呢，因为大家预期未来美联储都会降息了，有可能他们在买房子啊、借款去消费啊等等的时候呢，他们会延迟，等到美联储降多一点息再去做消费或者投资。但是这样延迟消费其实是不利经济的，本来美联储降息就是要救经济，如果慢慢的降的话，反而是延迟了人家的消费和投资，到最后反而是不利经济。所以降的时候要降快点，涨的时候要涨慢一点，就是这个道理。当然这一次美联储降息2码的确也使到市场恐惧会不会美国的经济产生硬着陆，所以降息其实有利股市，但是经济如果是硬着陆，经济衰退的话是非常不利股市的。那未来美股到底是涨还是跌呢？这还是要具体的看经济的状况啊。现在还有人看美股的吗？你看一下港股，最近香港和中国的股市都是涨了好多啊。但是G爸爸，为什么过去1个星期中概股和港股涨了这么多呢？其实我看到5个利好中概股、港股的因素，而纵观全世界的股市，只有中概股和港股有这5个利好的因素。那我看到，当然也有很多的基金大佬们看到，他们把资金涌入港股和中概股。过去1个多星期，港股、中概股是涨了很多很多，港股的恒生指数已经是涨了26%左右，而我们看的这些强势股、10倍股或者一些高科技、新经济的股票，它们涨的是远远超越了大盘的指数。那这5个利好的因素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美国降息，我们之前也解释过，美国降息会使到借贷的成本降低，有利做生意。第二，一般来说，美国降息会使到美元走弱，美元低了，港元跟美元挂钩，港元也会走弱。那全世界只有在香港上市的或者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他们赚的是人民币，但是我们买它的是港元或者美元，这个时候股价就一定要上升，因为货币是便宜了，而企业赚到的人民币是更加值钱了，所以这也是推高港股和中概股的原因。那当然第3个就是之前港股和中概股种种原因是低的不得了，基本上是跌了5年那么久，使到香港的股市是非常的悲观。很著名的那句话叫珍惜生命，要远离港股。那本地的香港人走了，其他的资金也走了，香港的股票当然是低的离谱的。那港股、中概股这么便宜，为什么没有人去买？如果有人买的话，股价自然会上涨啦，市场就会变得有效啦。其实我们看到过去几年，港股、中概股虽然便宜，但是买的人觉得今天便宜，明天可能更便宜，后天可能是更加的便宜，所以他们一直在等待，大家都在等待，把资金去炒美股，马上买，马上可以赚。这个时候，港股、中概股当然就会越来越低，使到大家惯性的觉得港股啦、中概股啦都是没希望的。经常我们看到港股叫港女，中概股是乞丐那个丐，好像是中国的乞丐股票，所以这也使到港股和中概股它们是严重的低了。而这个严重的低的估值，使到一个牛市
势回来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空间涨，也不会涨过头，也不会涨到太高了。这当然会吸引长线的价值投资者或者基金，因为他们买了之后也不会只图赚15%、20%就离场的，他们一般来买的话，希望都有1倍以上的增长的。所以现在港股、中概股虽然是涨了不少，但是要相比美股的话，还是相当的便宜的。那第4个利好的因素，就是在过去的1个多星期内，中国政府的不同部门，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还有证监会、还有监管房地产政策的部门，都是推出了一篮子的政策，我们叫组合拳。而这次的组合拳的力道是非常强的。我们1年多前在 YouTube 的视频里面就分享过，中国现在的经济是面临着相当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内地的房地产一直在下跌。如果中国的房地产不好的话，这会损害普罗大众的消费的信心、企业的投资的意欲，再加上出口受到美国的制裁，整个中国的经济就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但是这些挑战可以通过政府的政策来解救的，所以我经常说那句话，问题越大，解药越猛，而中间有个滞后的效应，一次不行再下一次，下次不行再下一次，如果这一次的政策不行，下一次再下一次，药力更猛的政策。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政策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有人会怀疑，如果这次的政策还没有效果怎么办呢？我个人相信这次不行，下次解药药力会更猛，一次会比一次的猛。那我们看到这次使到中国的 A 股也起飞了，现在到中国的国庆了，很多内地的 KTV 和餐馆又爆满了，大家都喜气洋洋的去消费了。所以这也是政府要振兴中国经济的一道方法。所以中国政府已经很明确，要把资本市场、股票、债券和楼市都要活化起来，使到人民有财富效应。这样的话，内销会振兴，再配合企业的投资，中国的经济就会起飞了。那最后第5个就是这次港股现在涨了这么多，成交量是屡破新高。星期一的时候，港股的成交量已经超过了5000亿港元。谁在买呢？我相信以前持有港股、中概股的人现在是在卖，而以前没有买的人现在是眼睁睁看着这些股票上去，又怕高追，没有再买。所以整体来说，中国大陆的通过港股通的投资者整体来说是在卖，而本地的投资者也在获利离场。所以这一次这么多的资金，成交量这么大，买的人就是外国的投资者。我们最近看到有几个基金大佬高调的在说他们是重仓港股和中概股，有一位对冲基金的经理还说，闭上眼睛 buy everything， 全部中国的股票都可以买。那其实这些基金大佬这么高调的在讲，他们肯定已经是事先买好了。其实我们早在1月份就看到著名的投资者 Howard Marks、Ray Dalio， 甚至到后来的 Michael Burry 都已经静悄悄的买了很多的股票。他们这些钱我们叫它做聪明钱，他们在买的时候是静悄悄买的，因为如果他们大锣大鼓说 buy everything 的时候，股价像上个星期的港股、中概股一样涨了20%、30%、40%了，他们当然就会买贵了。我们叫这个阶段做 stealth phase 隐身的阶段。当我们听到他们是大锣大鼓的公开的唱好港股了，其实他们老早已经是买好了。所以我们如果看这一幅图的话，当他们高调的唱好中概股、港股的时候，一定会获得媒体的关注点，而媒体的关注点之后，就会引更多的大妈大叔开始入场了。所以我们又看到中国现在开户口的大妈大婶特别的人多。所以刚开始涨的时候，很多人还记得以前港股是非常不好，他们还是抱有着怀疑的态度。这也是邓普顿所说的，牛市在悲观当中诞生，在怀疑当中成长。但是到最后一定会不断的听到传媒的唱好，看到股票的上涨，使到这些大叔大妈也开始入场，把股票推到更高。我们看一看美股就知道了。现在很多人都觉得美股是不会跌的，美股现在是在大众非常亢奋的阶段，甚至我们看到8月份有个调整之后又反弹了，是不是
牛陷阱，我们不知道，但是有这个可能，所以大家也要小心。我相信港股和中概股通过一段时间的上涨之后，也会使到市场是有更乐观的情绪，到时候股价当然就会更高了。那到底港股还能涨多少呢？我现在能不能买入呢？我个人感觉港股未来涨的机会比跌的要多。当然，现在港股、中概股已经是涨了一段时间，已经不再便宜了，未来很有可能会有调整，而且如果调整发生的话，也有可能会跌蛮多的，因为这次涨上去是涨得太急了。有些人现在还看好的，还想获利的，但是呢，又看它涨了这么多，还在忍的，一旦调整的话，他们会锁定利润去抛售，这个时候使到一个调整会来。那为什么我觉得港股、中概股现在还只是一个牛市的开始呢？首先，我觉得港股、中概股虽然是涨了很多，相对美股或者其他地方的股票来看的话，还是相当的便宜的。第二，我们看到刚开始是港股和中概股先涨的，但是中国的利好政策和港股、中概股都涨了之后，也带动了中国内地 A 股的上涨。而中国内地一旦上涨之后，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有很多的新的股民开始去开户口了。我记得在2015年的时候，当时中国的 A 股也有一个大牛市、大时代，中国的 A 股是涨了超过1倍的，而这个涨了超过1倍回来又带了港股上涨。所以现在我觉得中国的 A 股只是刚刚启动，未来随着更多的股民加入股票市场，还有一段时间的上涨，到时候如果那一个发生的话，就会利好港股和中概股了。当然，股票市场上涨不会一条线只涨不跌的，中间肯定会有调整的。那如果调整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 Rich 所教的技术分析去判断这一次到底是短暂的调整还是一个牛市的结束。如果是一个短暂的调整的话，哪些买入的位置直播率又是比较高，做好止损的风险管理，那我们的胜算就会更高了。你现在跟人说不要高追港股，我真的很羡慕你啊！在过去人人抛弃港股的时候，他们都说珍惜生命，远离港股的时候，你却这么有信心，大量的买入。那为什么你当时候这么有信心呢？其实，在投资股票的时候，有不同的人，他们会有不同的策略。很多人希望买了股票就是看着股价马上涨，那我个人把这些人称为投机者 （speculator）， 因为他们在揣测买了这只股票，明天股票涨的机会有多大，希望在低位买了之后资金到来了，把股票的价格炒上去了，他们高位卖出而获利，这个比较中短线的。之前有很多人学了 Rich 的技术分析，准确的捕捉到了低买的位置，在高位的时候放走，那这样获利也不错。而我是一个比较长线的投资者，特别是注重买的股票的价位要比它背后这个股票的价值要低，而且是越低越好，这就是所说的安全边际。打个折扣，这个折扣是要越多越好。股票价格贵的时候，它这个折扣就小了，甚至不存在，甚至我们还是高追，付着一个溢价去买这些股票。那所以一些当炒的股票，它们的价格一定会贵，我就买不下手了。所以之前 Rich 一直讲美股的时候，我都是看了不敢买，不愿意买，就是因为美股相对来说这个折扣是比较小，而同时港股是有很大的折扣，因为大家都是悲观，都是对中国的经济存有很大的疑虑，也因为种种的原因，使到资金撤离了港股和中概股。这个时候他们的股价是远远低过他们背后的价值了，那当然就吸引了价值投资者，包括我在内。那所有东西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一面。当时我买了这些股票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涨，需要有很大的耐心，甚至我买了之后有一段时间它会不涨，甚至往下跌。所以价值投资者一定要懂得怎么去做分析，只有做了充分的分析，才有信
信心持有这些股票，甚至当他们的股价下跌的时候，我们有信心这些公司的营运是好的话，没有受影响的话，甚至是更大的折扣，让我们去加仓买多一点。所以之前港股一直往下跌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好的公司，每一次股价跌的时候，我再看一看他们的营运其实没有受影响，那股价跌了，我看到更大的折扣了，我就加仓买多了一点。因为我是长线的投资者，我买股票的时候是入股一门生意，做他的股东，分享他未来营运赚来的钱，派发的红利、股息或者是回购股票，而不是盼望股价突然炒上去了卖走获利。所以之前很多人在炒美股的时候，反而我觉得港股和中概股是投资者的天堂，但是大多数人是等不了这么长远的，他们都是希望马上买，马上能涨。所以当时很多人都去炒美股了，因为大家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港股会涨。但是呢，到了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觉得香港整体的股民是到了绝对悲观的时候了。我就记得著名股神邓普顿所说的，当股票市场到了 maximum pessimism 最大的绝望悲观的时候，就是买入股票最好的时候了。我后来也看到聪明钱开始静悄悄的买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也挑选到了一些非常优秀的股票，而我买入的价格要比我亲自拿资金来创办一门生意还要便宜，低过成本价去买优秀的企业 ，Why not？ 那当时候为什么你这么有信心在美团低位的时候重仓美团呢？另外，除了中概股和港股之外，有没有其他投资机会呢？那今天时间有限，那在下一个影片，七爸爸会分享他是怎么样找到美团这个股票，并且你也可以学到怎么样去寻找下一个 Nvidia、美团和中海油这些优质的成长股。他也会分享现在除了中概股和港股有没有其他的投资机会。所以如果你没有订阅的话，请你记得马上订阅和点赞这个影片，因为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次七爸爸精彩的分享。另外，我也想问一下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你是有幸在过去听着七爸爸的直播或者是 YouTube 的视频，你是有见证着这一次的港股的起飞，并且是有把握到这个机会的话，你也可以在留言区里面分享给我们。那我们下一个影片不见不散。